潜逃6年半，从10岁到21岁，他以为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但就在他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一张法网瞬间收紧。今天这个案子主角呢是一个年轻女孩，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所有潜逃海外的乱港分子上了一堂代价惨痛的法治课。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你敢回来，6年前的账咱们一笔一笔的算清楚。咱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这出戏的女主角这个女的叫陈旭晶，今年刚好21岁，在单子上填的职业是赌场职员。你想想现在是2026年，她21岁，那回到2019年，这丫头才14岁啊，应该是坐在初中教室里上学的孩子。结果呢，当年被那些外部势力和乱港头目一同洗脑，书也不念了，学也不上了，学着人家穿上一身黑衣服戴着黑口罩，觉得自己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2019年的9月8号，那是香港被这帮乌合之众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连门都赶出的黑暗时刻。根据警方的控罪记录那天陈旭晶包里面揣着不是课本，也不是什么化妆品而是2个高功率的激光发射装置，外加3罐喷漆。大伙儿可别小看这2样东西觉得这不就是逗猫的激光笔和画画的燃料吗？大错特错，这激光笔在2019年那会儿，这就是用来直射警察眼睛，企图致盲执法人员以及破坏街头监控摄像头的标准单兵武器。那功率大的这在皮肤上都能烧出个水泡来。那至于那3罐喷漆那是用来疯狂涂鸦、写反动标语搞破坏的作案工具。当时这个丫头就在这个街上晃荡，正准备跟着大部队搞事情呢，结果香港警察直接把她逮了个正着。这按理说一个14、15岁的小毛孩被警察抓了，进了局子，吓也该吓尿了，老老实实的认罪伏法，进少管所或者判个缓刑，接着点教育这辈子也算是重新做人了。但是这丫头的脑回路简直是奇葩到了极点。她被抓之后不仅没有半点悔改之心反而揣着极度嚣张的侥幸心理。她心想，我才多大呀，警察能拿我怎么着？于是乎在弄到保释之后这个丫头连夜买了一张飞往澳大利亚的机票，直接脚底抹油跑了。这一跑就是整整的6年半。这6年半里她在澳洲的赌场里给人发牌、端端茶，看着这个国内的新闻一天天变少，她大概率每天都会自己安慰自己，哎呀，这香港警察每天都那么忙，每天呢要抓那么多大头目，我这种当年连名字都排不上号的小虾米，估计案底早就被扔进碎纸机了吧。6年半了，抗战都快打完了，谁还记得我呀？再说了，我现在都成年了，模样也变了，肯定没事了。于是呢，今年的3月初他居然大着胆子买了一张飞回香港的机票。结果呢，现实狠狠的给了一个大逼兜他严重低估了香港法治的决心，更低估了咱们国家秋后算账的雷霆手段。就在他满心欢喜的下了飞机，走到海关准备入境的那一瞬间系统里直接警铃大作海关和警察从天而降，拍拍他的肩膀，陈小姐是吧？澳洲好玩吗？走吧，咱们进去把6年前的账好好盘一盘。刚落地这饭都没吃上一口直接带上了银手镯。喜提皇家警察专车接送服务直接以2项重罪起诉，在公共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和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这就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你当年敢作恶，别说6年半，就是65年，只要你敢踏上中国的领土，绝地30也得把你揪出来。抓捕归案这只是前戏真正精彩的喜剧发生在这个丫头被押上法庭那一刻。案件的第一次提堂是在东区法院那刚开庭，控方检察官直接亮剑，法官大人，这女的是个老油条，当年钻空子逃到了澳洲躲了6年半，现在好不容易逮回来了，必须查个底儿朝天。我们需要时间重组证据链，申请案件押后，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释。但辩方律师的发言简直刷新了不要脸的底线他居然说陈小姐在澳洲待了那么久，从来没想过逃避审理，这一次自己买机票回港，说明是主动配合。这是滑天下之大稽跑了6年半，在海关被系统拦截抓了现行，你也敢叫主动投案？当全香港市民是3岁小孩吗？不过裁判官里心里明气
考虑到他现在证件被扣了，插翅难飞，准予了保释，但是立下了极其苛刻的4条铁律啊。第一，交1万港币保释金，还有第二，扣押所有旅行证件，绝对不准离港。第三，老实待在报备住址，不准玩消失。第四啊，也是最狠的，每周去指定的警署报到2次。4月21号第2次提堂，换了林子康法官审理，控方为求严谨啊，要求索取律政司指示，申请继续押后，就是为了慢工出细活，把证据锤死，办成铁案。那这个时候，辩方律师又跳出来了，爆出了2大堪称逆天的奇葩理由啊！他先是抱怨啊，案件都过去6年半了，同案犯都审完了，我们不想再拖了。接着呢，他就抛出了更炸裂的理由，每周去警署报到2次太麻烦了，严重影响了陈小姐的正常工作，申请减少次数。各位听到影响工作的4个字啊，我简直是气笑了。回想2019年香港街头宛如地狱的惨状，这帮黑暴分子到处搞破坏。当年你们觉得香港鸡犬不宁，砸烂市民饭碗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影响别人工作了？现在轮到你陈旭京了，一个逃亡6年半被通缉归案的嫌犯，居然有脸在庄严的法庭上嫌报道耽误你打工赚钱，还讨价还价，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啊！那好在林子康法官一锤定音，采纳控方申请，为了确保审理毫无破绽，案件直接押后到6月2号。至于保释条件看他目前没法作妖，这报到次数就减少为每周1次，但是交钱、扣证件、不准离港的铁律原封不动，一条都不准少。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法国这个操作这个不是心慈手软，更不是纵容，这是法治的包容和自信。因为你现在呢，就像如来佛祖手里的孙猴子就算你再怎么折腾，你也翻不出五指山。包容你不代表放任你到了6月2号开庭那一天该怎么判，该怎么罚，每一笔账都会给你算得清清楚楚。那可能有朋友会问他不就是拿了个激光笔吗？揣了几罐喷漆吗？这能判多重啊？各位千万别拿喷漆不当回事咱们来看看香港法律是怎么专治这帮人的根据香港武器条例，没有合法理由在街上藏有违禁物品本身就是犯罪。在2019那种暴乱情况下，你带着能致盲警察干扰执法的大功率激光笔上街，它就不再是普通的文具而是法律明文定性的攻击性武器。它面临的另一项罪名更狠，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害财产。你包里那3罐喷漆就是你准备涂鸦破坏公共设施的铁证。那等到6月份庭审，这项罪名一旦坐实，可绝对不是口头教育交点罚款就能脱身的，这是妥妥的刑事犯罪情节严重的就得直接进去踩缝纫机了。这就是香港法律的底气，任何试图在这个法治社会里浑水摸鱼搞破坏的人，最终都会被这部机器碾得粉碎。咱们回头看看2019年那场风波一群像陈旭京这样无知、狂热、被深度洗脑乱港分子被西方那些躲在幕后的黑手当成了廉价的政治炮灰。他们在街头为所欲为搞非法集结搞刑事毁坏。他们不仅破坏了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的繁荣秩序更是狠狠地践踏了法治的底线把几百万安居乐业的香港市民害得苦不堪言。风波平息之后，这帮人作鸟兽散，有的人是进去了，有的人却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通过各种见不得光的渠道逃到了英国，逃到了加拿大，逃到了澳大利亚。他们以为拿了一本什么宾欧护照，在伦敦的唐人街后厨里刷着盘子，在多伦多的冰天雪地里送着外卖，就能逃离法律的制裁。他们甚至还在海外的网络上大放厥词，觉得国内拿他们没办法，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吉，自欺欺人到了极点。大家要知道这几年香港警方从来一刻也没有松懈过，警方一直坚守岗位，依法执法，对所有在册的乱港涉案人员拉开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全球追击网。迄今为止已经抓捕归案了几千人。那今天陈旭京的落网被起诉2度提堂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就是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向所有目前还潜逃在境外的乱港分子敲响了一记震耳欲聋的丧钟，也是下达的最后一份通牒：逃得了一时，你逃不了一世呀！你们这些在移英、移家圈子里苦苦挣扎的乱港逃犯们，睁开眼睛看看陈旭京的下场吧！你们当年在香港犯下那些罪行档案柜里给你们留着位置呢，证据袋里给你们锁得死死的呢。
哎，你们以为躲在国外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别做梦了，国外的日子好过吗？每天是提心吊胆，生怕被遣返，做着最底层的苦力，拿着最低的时薪，一上街还可能被当地的零元购给抢了。你们这叫生活吗？你们这叫苟延残喘。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只要你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破坏了香港的稳定，总有一天，当你想家了，当你混不下去了，当你抱着侥幸的心理偷偷溜回来的时候，在海关等待你的绝对是一副冰冷的手铐。